女人春华回家参加爷爷的葬礼，半夜睡不着，下楼溜达，忽然听见厨房有奇怪的声音，一脸探究地摸过去，看到桌旁坐着个穿白色睡衣的黑长直女人。她状若癫狂，将生米不断塞进嘴里。春华吓得拿起刀防备，手腕却莫名被东西缠住，赶紧走为上计，往外面跑。岂料眼前竟是几双浮在空中毫无血色的僵尸脚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我们来看台湾最新的恐怖电影《头七》。深夜宁静空旷的街道上，一辆外卖电瓶车正慢悠悠向前行驶，开车的人正是本剧主角李春华。他来到一家百货商店上夜班，神情呆滞地将饮料摆进冰箱，显然因为工作累到没有精神。这时手机莫名响起，接通后却听不到人说话。商店感应门突兀的叫嚣欢迎光临，但在监控镜头下，整个商店只有李春华一人。在他以为自己幻听时，感应门自动闭合，说着送别语。这扇门难道失灵了吗？春华走过去挥手实验，却得到感应灵敏的答案。正当他带着疑惑继续工作时，怪事接连发生了。牛奶冰箱柜的门自动拉开，楼上仓库滚下来一罐饮料。他觉得有客人摸进了仓库，赶紧上楼驱赶并报警警告。但当他打开仓库的灯，电灯明灭两下后彻底报废，一个人影从他眼前闪过。春华随即掏出手机点亮手电筒，检查满是货物的仓库，结果并没有发现闯入的人。然而在他刚放松喘口气时，背后货物电梯里竟伸出一只死人的手。春华吓了一跳，等睁开眼发现同事在拍他肩膀。原来刚才是一场梦，同事责怪他上班不是迟到就是睡觉，什么事都没做，活得像走后门的亲戚。其实春华是单亲妈妈，她年少不懂事，怀孕在身，既没说出负心汉，也不愿打胎，被父亲赶出家门，独自抚养女儿小轩。小轩肾脏有问题，需要频繁洗肾透析，手术费成了大问题。春华只好每天打3份工，送外卖、折纸箱和当销售员。这天夜晚，他去送餐，刘小轩在楼下等他。小轩在他走后却撞鬼了，一颗头颅倒吊在眼前。等春华送餐回来，电瓶车旁已经没有孩子的身影。小轩在马路上低头疾走，只感有个虚无缥缈的声音在喊他名字。不过追上来的人是春华。小轩说有东西跟着他。春华不相信，认为孩子在闹脾气。回到家哄小轩吃药睡觉，他身心俱疲，还要加班折纸箱。可惜由于百货商店客诉太多，他被那边炒鱿鱼了，这让本就贫穷的家庭雪上加霜。这天夜里，春华接到一个电话，老爸的小弟，也就是他叔叔，通知他老爷子过世的消息，让春华回去看看。第二天，春华带孩子回乡，路上小轩又在闹脾气，生气春华没告诉他们还有亲戚。春华没有解释。这时他叔李传德过来接人，母子俩上车后，春华得知爷爷已经去世4天，法事由李传德的朋友阿明处理。坐在后座的小轩没插话，只注意到座椅上有一本手写笔记。等到了夜晚，春华母子才抵达老宅。大堂里的阿明念念有词，他身后跪着春华的父母和姐姐姐夫，4个人见他回来面色不善。春华板着脸进去，没想到祖宗牌位忽然掉下来，捡起一看，只见上面的字淌着血，但眨眼后又一切正常。他没有在意这回事，带女儿去自己以前的房间休息。房里的灰尘无人打扫，镜子倒是挺干净的。小轩整理行李时，听见门外有响动，似乎有个人影飘过去。他出门查看，没发现踪迹，只是后背吹来一阵阴风，风里夹杂着鬼气森森的声音，让他走。可是后面就是他的房间，进去看没发现人，只是在低头检查床底时，看到对面有一双枯黑的脚。小轩想拿东西防备，手面凭空被咬出一个血红牙印，他惊恐大喊，春华闻声赶来，小轩手上却没有伤口。忽然房门砰的一声关上，春华小心翼翼开门，却见老爸站在门口，质问他为什么回来，这个家不欢迎他，语气中满是厌恶与苛责。春华表示爷爷头七后他会离开，
父女俩闹得不欢而散。隔日清晨，家人也没搭理春华，全都躲在厨房吃饭。春华只能带孩子去找李传德，传德让春华先去看爷爷。小轩因为害怕，留在外面玩手机。传德跟他闲聊，说自己小时候总是装神弄鬼，长大后就成了魔法师。接着在小轩面前伸手指指点点，春华则在棺材前偷偷哭。他不为家人脸色回来，因为爷爷是最疼他的人，就算和父母决裂，他也记得那位慈祥的老人。可惜斯人已逝，他眼前只剩一具尸体，再不见老人的音容笑貌。看过老人家，他还要解决母女俩吃饭问题，眼下只能去外面下馆子。饭还没吃，便听路人聊天，人才刚死几天，他家那栋老房就有闹鬼传闻了。而他的父母坐在家里开会，无论如何都要在头七前赶走春华。母亲有点不愿意，要不是当初丈夫狠心，女儿怎会离家多年呢？可当中午去灵堂照例拜送，母亲却没有理会春华。姐姐还小声嘀咕，质疑春华回来是想分遗产，想用女儿博取同情。春华有苦难言。饭点他找母亲聊天，表示小轩身体不好，不能总是出门，想留在家吃饭。结果对话被父亲听到，骂他10几年不回家，怎么连顿饭都解决不了。姐姐也心有怨言，劝父母能不能别管春华死活。临到夜晚，小轩在灵堂帮他阿公折莲花，看到棺材上的绸子掉了，壮着胆子重新盖回去，没想到绸子又落了下来。这次好好整理，往前一甩，绸子居然半空，罩住了一个人身。明明前方刚才是空的，这里也只有他一个人。小轩心脏砰砰直跳，他想走，转头又回到棺材前，那个被绸子罩住的人对他紧追不舍。幸好叔公李传德过来，小轩才摆脱鬼打墙的局面。他告诉春华，自己总能听到怪声。春华没在意，只当这里是乡下，有怪声很正常，说不定是藏在哪里的虫子发出来的呢。他哄女儿睡着后，母亲端着一碗饭站在门外。原来母亲看春华被白眼，想过来安慰对方，还劝他早点走人，丧礼不需要太多人帮忙。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多事，跟春华没什么关系。言外之意，他再待下去可能牵扯进来。春华自然没听出这层意思。在母女俩歇息后，法师阿明还在灵堂做法。突然，春华的房门被推开，门口却空无一物。他关上门，又听见外面有响声，疑惑地走出去，四处张望。只见姐姐李秋华的房门开着，还没进去探个究竟，阁楼又发出异响。难道是夜猫子在作乱吗？他爬上阁楼，只有一个玩具车被无故推倒，但这没让春华害怕，他还捡起全家福怀念往事。那时爷爷还在世，他和父亲的关系也很亲密。想到这里，他察觉不对劲，神情专注地盯着照片。忽然里面的父亲竟满脸是血站了起来，吓得春华赶紧扔掉全家福。同时小轩也遇到了怪事，床架猛摇个不停，身上的被子无缘无故被扯走了。他以为是母亲春华在捣乱，睁开眼却没见到人。这时春华心神不定地从阁楼下来，可他没有赶回房间，反而摸黑往厨房走，看见一个身影坐在桌旁闷头吃饭，下意识说吃饭怎么不开灯。可在他打开电灯的刹那，整个人受到了惊吓。姐姐竟然疯狂往嘴里塞生米，她拿起刀，手上就被莫名的黑疼缠住，但那没有限制住春华，她轻松挣脱束缚，跑向外面。由于没看路，还栽了跟头，刚准备爬起来，便见身边是一双双死人脚。抬头往上看，眼前竟然有好几具吊死的尸体。那边小轩也看见窗户里钻进一颗死人头，尖叫声响起时，阿明刚好做完法事。春华及时赶来，将小轩塞进了床底，自己也跟着爬了进去。但他没注意到走廊对面站着一位血衣阿飘。春华屏息凝神盯着门口，没看到有人开门，本以为无事发生，正想松口气，一双乌漆麻黑的脚从天而降，踩得木板吱吱作响。这片子还沿用了灵书的设定吗？阿飘依靠人的呼吸辨位，可惜春华中途张嘴喊小轩名字，这就把阿飘招来了。
转头看见身边出现一只长舌妇，春华害怕的哇哇大叫，结果双眼一睁醒了。原来之前种种诡异事件又是一场梦。母女俩醒后发现都做噩梦了，心里瞬间有了退却的心思。春华出去洗漱又被姐姐骂，憋屈多天的她怒吼一声，转头带小轩去找小叔李传德，结果发现传德搬家了，一个人住在庙里。原来李传德和春华父亲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他母子俩被老爷子赶出家门，在母亲去世后，李传德就没回去。春华和小叔家长里短，小轩在庙里拜神求祝福，庙里的道士主动给他算卦，结果发现这孩子命有一劫，但还没解签，小轩就被春华带走了。李传德给小轩买了很多零食，询问他们离开的原因，还挺善解人意的告诉小轩，春华当年和父母决裂就是为了生下他，现在即便与家里人吵架，应该也想送老爷子最后一程。小轩听完超心疼母亲，回到车上提议过完头七再走。两人又回到了那个家，今天正好是头七晚上。春华去房里取东西，小轩在灵堂等人，用李传德给的水服药。法师阿明催促家属就位，小轩只好跟李传德虔诚跪下。然而随着木鱼敲响，小轩整个人越来越眩晕，阿明则露出计谋得逞的坏笑。那边春华刚进家门，却见父母和姐姐姐夫坐在厨房低头不语，他大喊他们去送人。眼前四人闻言纷纷抬头，露出七窍流血的凄惨死状。接着房屋颤动，树灯摇晃，春华吓得跌坐在地，连连后退。找来了李传德，见此情景，好心扶春华起来，还奇怪他在做什么。春华内心疑惑，怎么会看见他父母变成了阿飘？走在前面小声嘀咕，冷不防身后的李传德面露凶狠，直接用绳子勒住春华脖子，将人拖到了后面的荒野。等春华从昏迷中醒来，便见前方的树上吊着4具尸体，正是那些冷脸待他的亲人。而他也忽然意识到，这些天在家里看到的亲人身影全都是自己的幻觉。罪魁祸首李传德从后面走来，揭下温和慈善的假面具，恢复成怀恨在心、凶残暴力的真面目。他质问春华：“你知道我和我妈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吗？连遗嘱都没写我们的名字。”春华表示自己不要遗产，全给他，这让李传德怒了，他既要钱也要报仇，于是用绳子将春华吊在树上。同时小轩也被阿明捂住口鼻，他无力挣扎，看见灵铺后面站着一双乌黑的脚，赶紧出声求救。阿明却提醒他不要浪费力气了，李传德控灵比他还厉害。小轩这才想起自己第一天到这里时，就在李传德的笔记本上看到控灵2个字。不过在母女俩接连晕厥时，转机来了，父亲站在树下喊他。当年父亲也曾去看过春华，看他在外面过得好不好，回家后才把春华房间的东西收起来。此刻他们父女再见，不想春华就此丧命，于是发力弄断吊着春华的绳子，劝他快点离开这里。春华却坐在地上埋怨，既然知晓李传德想杀人，为什么不说出来呢？懦弱的姐夫张口欲言，还没说完，身体就被焚烧成灰烬。李传德拿着法器站在身后，洋洋自得地告诉春华，因为他们不能说。接着用法器去捅其他人，小轩则由阿明对付，但他还没下杀手，摆在客厅的挂钟敲响了，子时已到，亡者归来。阿明发现地面的香灰有脚印出现，连忙摆姿势击退亡魂。他刚以为自己成功了，灵堂的灯却莫名熄灭，赶紧拿出手机用相机观察，怎么相机脸部识别功能对阴间事物也有用啊？阿明看着相机里渐渐靠近自己的小方框，手机都给烫手般扔掉了，很快被老爷子当场 KO。 老爷子看到小轩醒来后安然无恙，这才化作烟回到牌位里。但春华那边比较惨，他的亲人被李传德打得灰飞烟灭，自己也差点断送性命。关键时刻一砖头敲人脑壳，让李传德物理晕厥。可惜他没及时逃走，哭嚎着听老父亲遗言，还不忘打电话报警说这里有命案发生。
等在灵堂的小轩听外面有脚步声，以为是母亲回来了，岂料出现的人是幕后黑手李传德。他将母女俩绑了，关进后备箱，接着准备开车离开。谁知在倒车时看到后面有个人影，旋即一张鬼脸在镜头出现。李传德连忙用镜子往左右照，却见老爷子坐在旁边朝他和善一笑。等警方根据春华的报案线索赶来，李传德已经遇害，春华母女终于得救。不久后，小轩做了换肾手术，肾源来自亲人，没有什么排斥反应。手术很成功，小轩能健康的生活下去了。在医生走后，镜子里能看到春华坐在椅子上，可当镜头拉远，病房却只有小轩一个人。这是否能说春华被救不久后也死了呢？也能解释小轩为何会有亲人的肾源。但这个小轩却不是真小轩，他去卫生间洗脸，神色出奇的木讷，眼神里透着一股凶狠，还会情不自禁磨牙。这个李传德去灵堂抓小轩的神情与动作有几分相似，他可能被对方夺舍了。毕竟李传德和阿明死后也成了阿飘啊，而且两人都是控灵高手。故事到这里便结束了，导演没给出明确答案，只能靠观众自己猜了。这部电影标榜能超越咒，但故事结构、剧情和惊吓模式都一言难尽，当做打发时间的灵异电影只能勉强过关。我的解说到这里也结束啦，后续我还会解说类似的影片，想看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。